阿昭，你要懂事。小师妹是天命人仙魔大战唯一的契机。他们口口声声为了苍生，毁我毕生铸就的结界。夺灵根，抽仙骨，将我修为炼尽法宝，为给应昭铺路。故事结局，她做救世神女，我当邪物，就因为她是主角。我8岁筑基，10岁结丹。应昭来后，同门偏暗娇弱的她，现在想来，主角光环作祟。上一世仙魔交战，我为保苍生以身殉道。如今重生为女配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打不过加入，不可能；打不过继续打。坏端端的一个恶毒女配，我干嘛要和主角争救世的功劳？专业又不对口，那些打得死我的，我不跟他们打了。呀，是个小姑娘呢，我还从没见过人类幼孩。她身上好像有我们的气息哎。赶走还是丢出去？想养。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小孩，你爹娘呢？我没有爹娘，即使重生了5岁，我依然没有以前的记忆。兴许我真的是个孤儿。那太好了，我做娘吧。我们有3个儿子，1个女儿都没有，我们很想要一个女儿。上一世给同门当牛做马，换来的只有背叛。哥哥们虽然闹腾了点，但都很想要个妹妹。若是他们敢欺负你，我就把他们全吊起来重重责罚，绝不让他们欺负你分毫，好不好？我们家最疼孩子了。是疼孩子，还是让孩子疼啊？真是个乖孩子。阿娘，爹爹，该怎么养小孩呢？要不去仙门那儿寻点天才地宝回来吧？听说他们准备了不少宝贝，正好拿来给乖女儿补身体。和我姓好不好？阿娘姓什么？我姓桑。主角团里没有姓桑的，安全。对于我要随母姓这件事，我倒不怎么好奇。修仙界以实力为尊，孩子大多虽修为高的一方姓。至于凡间，或许是阿娘的娘家需要继承人，而且谢这个姓氏不太安全，修界就有个姓谢的大家族。反而是因为是魔尊姓桑，修仙者自然避讳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凡人的解压方式吗？好软，这简直是我凭瑞丽社4方换来的福报啊！其实有些不太适应，倒不是讨厌被他这样亲近，而是从没体验过。如果说被冷落是我学会的第一课，那最后一课就终止在了应昭身上。我所渴望的是他天手所得并为之不屑的。桑妖，阿娘可以这么喊你吗？好了，他才刚醒来，你让他缓缓。这人类幼孩看起来正常，其实也不怎么正常，是个传奇耐通王吗？被这么勒着都一声不成。等洋洋醒了，得让他熟悉下这个家，要不全拆了重建吧。不是你说的要体验凡人的生活吗？推平了中该怎么跟瑶瑶解释？阿娘带张张看看家好不好？好哎。一开始还嘴硬说人类幼孩烦，怎么现在发现了，就算是个麻烦，也是个可爱的麻烦精。没在做梦，这简直就是梦里的家的模样，好平凡，好喜欢。这是我们家的槐树，对，槐树，这是我们家养的鸡。对。阿娘，哥哥们呢？该怎么解释？二哥在秘境里横行霸道，被仙门当成了凶兽围剿；三哥在魔界令人闻风丧胆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武痴。近期在钻研如何拜神界。你大哥马上回来了，其他几个哥哥有的在外游历，有的在忙事业。那洋洋坐这里等着哥哥回来，这酒水还怪好喝的。总不能说怕你一个崽杵在这儿被你大哥一不小心误伤了吧？那是个下手没轻没重的战斗狂啊！在我的认知里，农家大哥应该也是这样，早早担起了养家的重担，说不定比这些叔叔伯伯还要壮实可靠呢。人族孩子，难道是送来的人质？傣族算变异了，也长不出什么绝世好笋。桑家人行事乖张，谢家也没好到哪里去。结合之下，3个孩子都是天生桀骜的混世魔头。有时候对比起来，我都觉得我是个大善人。阿苍回来啦！疯了！这是你妹妹，亲的。我是离开了5个时辰，不是500年吧？叫大哥。大哥，想玩过家家也得有个限度。你们认的孩子与我无关什么，以为自己是什么万人迷吗？你们最好看好他，别来烦我。能不失落吗？这跟我想象中成熟可靠、憨厚老实的壮汉大哥完全不一样啊！
家里的青面怎么是个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小脸儿？遇到邻里纠纷该咋办哦？愁死我了！阿娘，爹爹，大哥的发色是怎么回事啊？我2辈子加起来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发色。上一世听闻沧州谢氏的少主白发灰眸，如神仙中人，好在我这便宜大哥眼珠子是黑的，不然真以为误闯天家了。是少白头，你大哥他从小体弱多病，因此性格孤僻，不喜与人相处，方才不是讨厌袅袅，只是内向。饿了，我去做饭。爹爹，阿娘在高兴什么？做饭有这么好玩吗？戏瘾犯了。孩儿他爹出了点小问题，来帮。做个饭怎么还呼风唤雨的？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师弟，先前不是说不来这选拔大典了吗？怎么突然有兴致了？昨夜梦见个小姑娘唤我师尊，看不清脸，可怜巴巴的一直唤，喊疼，娇气得很。我本不予理会，谁知梦醒听空唤剧痛，甚至呕了血，化身梦境，带有预知意味。那应该就是你那弟子新找回来的好苗苗了，据说是个难得的天才。不是他，我梦里的那个小哭包去哪儿了？虽然过程十分坎坷，甚至一度让我以为仙魔大战提前在农家小院爆发了，但最后还是吃上了热乎饭，好吃到让我觉得上辈子往死里嗑辟谷丹的日子都白活了。与其做剑修中的佼佼者，不如做实修里的佼佼者。还要一碗，阿娘厨艺好好，能做出这么美味佳肴的阿娘，怎么可能炸厨房呢？方才果然是我想多了，确实厉害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去凡间贱卖法宝买来一桌子菜，这傻丫倒是单纯的清新脱俗，还真以为这是正常人做出来的饭。这里多住着外门弟子，或许会遇到上辈子的熟人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天绝宗多是剑修，信奉强者，不会在意一个中途逃跑的浩亮。现在天塌了，都有女主光环撑着，他们估计都围着应招转呢。没关系的，感情都需要培养，亲情也是如此。洋洋可能还不太适应，慢慢来。明明我以前是沾枕头就睡的，可能就是因为我这样不讨人喜的性格，所以上一世连师尊也偏心应招吧。这孩子怪敏锐的，对我身上的魔气有这么强的感知，根骨应当不错。泱泱根骨究竟如何？冰系天灵根，且是天生剑骨，当真是个天才。天灵根放在寻常宗门，需倾尽资源供养，修真界上亿年光景，对谢氏这等庞然大物而言虽不缺，但这天生剑骨，我还以为这是你们修仙仙界编出来骗小孩的呢。这等资质能被你们在门口捡到，多半是从上灵山的队伍里逃出来的。要是仙门寻来，可是个大麻烦。这回倒是阿苍说对了，天绝宗的人来了，看这动静，应当是3位元婴期，在天绝宗也算大手笔。来了就更好了，这才有意思。将他们引走，我不想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一。战斗乃是他的本能，能灭口昏灯不能灭。若是引出了那几个闭关的老怪物，这安稳的凡人日子是过不下去了。你还是太残忍了，把他们变成毫无记忆的木头人，事情不就解决了？家庭小作坊出品，保证药到人懵，连自己亲爹都不认识。有灵根是不是不能修魔道啊？一个魔尊之女，一个邪修，我们是唯一一个跟修仙者挂钩的技能，恐怕只有如何脱手捏碎金丹法器，或者将元婴老怪丢进迷阵困他个1800年。绝对不能让养颜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。灵最适合休息，不能耽误了养颜。总之，得先找到适合他的心法功法。至于谁来教，实在不行，再去天绝宗请个长老来当吧。今晚只用了诗一晚，真是无趣煞伤。走错屋子了，定是爹娘为了方便照料这羸弱的人族，将屋子换了位置。睡得这么香，连有人闯入都未察觉，这样的警惕心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自从体内血败血觉醒，我就再没睡过一个好觉，每夜都需打坐，以免坠入梦魇。怎么又这么……平时他就能睡得像只小猪仔似的。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练气了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人在修仙界，刚下床，万分茫然。昨天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修炼呢，
结果上一世卷王的报应就来了，睡觉的时候自动引灵气入体，直接炼气1层了。这么高的天赋，要是不修炼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而且我这一世的修炼速度比上一世更快了，大抵是因为重来一世熟练到拉满了吧。总不能是这山脚的灵气比天绝宗用无数聚灵阵堆砌的还浓吧？喝了口白粥就突破了，炼气2成。粥好喝吗？阿娘大清早起来熬的，跟隔壁二狗他家学的。好喝。别光喝粥啊，用些小菜。我是遇到黄瓜仙人了吗？这哪是吃饭，这是把灵气往丹体倒灌啊！怎么了？是食材不新鲜了吗？难不成昨晚从绝宗拿回来的蔬果不新鲜？不是，很好吃。就是这些粮食哪儿来的呀？家里先前救过一位路过的仙长，说救命之恩不能不报，非要我们收下。对，是吃了不适应吗？那仙长说是有灵气的。有灵气的食物我上一世吃过，但这白粥和黄瓜的灵气跟以前的比，简直是海和小溪的区别啊！既然是仙长所赠，怎么只我吃？爹娘和大哥不用吗？吃这些正道灵食，对我们魔族来说跟服没区别啊。我们晚点吃，我就喜欢冷的。对，这臭小子怎么这么够面子？这性子沉稳，他一口一口吃的这么珍惜，怎么就这么懂事呢？老天奶，我看见传说中的老钱了！我上一世是个刻板印象里的穷贱修，家当全砸在剑上，根本买不起灵食。难道天生贱骨就是天生穷命？这仙长到底什么来历啊？难怪大哥那么大了，爹娘容貌依然年轻，原来是天天吃这些灵物。这些都是那位仙长所赐，多到我们都吃腻了。好在是有灵气的食物，不易坏。妍妍，你放开吃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仙长还留下来几沓册纸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这册纸不会是绝顶功法吧？第一印象是丑，字丑图更丑，几个火柴人歪歪扭扭的。有一张图大抵画的是打坐，我第一眼看过去，险些以为是五马师。这字简直和我用左手写的差不多。这应当是修真界的功法吧？你有灵根，试试能不能用上。昨夜有天绝宗的人来村里寻人，说是有他们从凡间选拔海的孩子偷跑了。那个孩子是你吧？失策了，我没想到天绝宗会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大动干戈。是我，你们要把我交给他们吗？趋利害是人的本性，就算他们把我交上去，我也认了。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你是阿娘孩子啊，母亲是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的。昨夜确实有几位仙长来了，不过应当只是顺路来问问，都没怎么找，就说临时有了要事离开了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也是，他们巴不得我滚出天绝宗，怎么可能专门派人来寻？正是猜到了你是孩子有灵根，爹爹和你阿娘才连夜翻箱倒柜给你寻来了那仙长留下的功法。确实是连夜翻箱倒柜了，只不过翻的是各大仙门的丛书阁，翻的我都想骂人，全是稀烂的玩意儿，没招了，我只能默写了我们谢氏的顶尖绝学，怕被认出来，还是用左手写的。杨言，你仔细瞧瞧，这功法可能用。爹娘不仅没把我交出去，还给我寻功法。他们不过是普通人，这简陋的册纸是爹娘的全权爱意啊，一定能用的。爽！对不起爹爹，我悟性太低了，只学了第4式，没能全部做完。求你了，不要这么说自己。爹爹，您真好。功法不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的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以本为单位吗？你们修真界竟恐怖如此。你觉得我能理解吗？谢氏祖传的功法，本家弟子都是跟着老师摇摇式拆解着去学的。就算是我这种绝顶天才，当年第一次看，也就口气使出了3式而已。难怪你不让杨说自己悟性低，这不是变相把你一起骂了吗？要不我带养妖回一趟燕归峰谢家，我倒不是真的想带孩子去认亲，谢家配吗？我就是纯想炫耀。不行，产然进步太快了，得赶紧写信警告老二老三，让他们在外面好好修炼，别到时候境界被妹妹超了，一眼看穿真实修为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万物灵啊，我娘在一棵树上看到了类似于讨好的情绪。可恶，有被小气的。阿娘爹爹，咱们村里有铁匠吗？我昨夜练气了，想要一把剑。还好爹娘是凡人，不知道我这修炼速度有多夸张。要是上辈子我进阶的消息传出去，各峰弟子都得连夜御剑跑我洞府面前堵着。我们养然真是天才，若是想要兵器，让你哥哥从宗门捎上一把便是。他好歹也是天绝宗的外弟子。原来谢苍是外门弟子。去隔壁找邻家二狗哥哥玩吧，他是个散修，脾气好，说不定能解答你修炼上的问题。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，还是我脾气不好？孩子嘛，总是要跟同龄人一块玩的。
要是总和爹娘待在一起，成了谢仓那般少言寡语的，差了100岁也能叫同龄人。这二狗哥是不是腿脚有毛病？二狗哥，你的熏玉可以借我用一下。有，不过其实我叫陈狗，二狗是我的小名。好的，狗哥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想看看有没有天绝宗找我的热搜。据文中所说，那贼人连新入弟子发下的心法都一并带走了。这作案手法怎么有点眼熟？你居然识字啊？这话说的，我只是年纪小，又不是脑人小。识字咋了？难道你还不识字吗？对。有点太合我对体修身强体壮智力为底的刻板印象了。你爹教过我，但他打了我，说我坏木不可咬。修木不可雕，要是鸠木不可雕，何必雕？新来的便宜妹妹冲着魔界有名的杀手一口一个哥，喊得真亲热。要是她知道对方真实身份，还会这么没心肺腑吗？你怎么一惊一乍的？你修为怎么样？炼气9层。那谢藏呢？5层。那你还怕他？去喊你妹妹回家吃饭。既然要装凡人，干脆装到底，学别人家扯着嗓子喊就是了。虎妞，回来吃饭了。好主意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也可以把你揍了，嚎这么大声。他这么喜欢喊陈狗哥哥，干脆让他去陈家得了。哦，吃醋了。我吃他的醋。那去不去喊？去就去。他还是个孩子啊！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母亲让我喊你去吃饭。啊？我崩土吗？你的呢？我觉得是。桑央，回家。狗哥再见啦！估计是觉得刚才无视了我，现在又被阿娘叫来，尴尬了。你很舍不得他？没有啊，我是舍不得训玉。论坛上的道友们太会说话了，个个都是人才。大哥，你应该也有训玉吧？吃完饭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二狗哥都答应了。那你去找他。这种心体，难怪这么大年纪才炼气5层。我上一世在他这个年纪都结丹了。你在想什么？这人背后长眼睛了吗？其实我很想告诉阿娘，一个破炼气的外门弟子哪有资格随便要武器？天绝宗抠得要死。我上一世最穷的时候，衣上连兜都没有，因为废布料。你不信我能办到？哪来的敏感肌？没啊。要是阿聪觉得麻烦也无妨，明日我叫二狗去。二狗他娘是村里有名的铁匠，顺手的事儿。给我看这个做什么？不是要把剑吗？这上面没有能入你眼的。这口气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我要是说要弦月，他难道真能从应官父手里抢来吗？大哥，我要是有你1半的自信就好了。哼，炫，除了他，这物件便是顶级炼气师也未必能成，何况凡间铁匠。那我偏要呢？阿娘现在就去找他拿剑。放心吧，既做了我们的孩子，怎样都不会委屈了你的。在他们的理解中，一个炼气期孩子要剑尊的本命剑是合理的。这要是真去了，骨灰都得被扬了。大哥，爹娘是凡人不懂，你都在外门了，你还不懂吗？快劝劝啊！都答应你了，还在不满什么？不要这把，除了这把，其他随便来一把就行。二狗他娘也不容易，逼着铁匠打神兵，人家会崩溃的。唉，那就让你给随便去宗门宝库拿一把回来，不能抢有剑灵的剑。为何？你希望你妹妹剑时，剑灵突然蹦出来说大胆妖魔，吃我一剑吗？就他俩这关系，剑灵一察觉我们的身份，瑶瑶恐怕就要提剑大灭拼了。届时我能反抗吗？你们觉得呢？魔界宝库中有一把神器，是上一任魔尊的佩剑，正是无主的宝贝。剑灵没有醒来的风险吧？再说也用了的功夫，足够我这儿找人给养颜量身锻造一把令剑了。这剑嘛，就算是我那魔老娘给孙女的见面礼了。虎妞，你作弊！说好的5打5公平切磋，你怎么把你哥哥带来了？哼，兵不厌诈。你不是也有哥哥吗？你也可以找外援呀。你等着，等香香把他哥哥叫来，你们都得跪下认错。泱泱的哥哥可是魔族和谢氏的血脉，碾死你们像碾死蚂蚁一样。这语气，天生的反派啊！我那个用个清洁术都能灵气抽空的病秧子大哥，能跟筑基期大汉打，人家一拳能倒欠我家2命好吗？桑烟身边有魔族血脉，输不了。不过大哥，在家里他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倒是热情。
如果是求我帮忙，他帮一下也无妨。大哥，麻烦你给娘说一下，我晚些回来。虎妞喊他哥哥来比武了，我得去叫二狗帮忙。他宁愿找外人，也不找我。方才我竟对那个陈狗嫉妒。小孩子之间的切磋，他们竟然耍诈，这事我帮定了。哼！不过你大哥不是在家吗？怎么不找他？我这算不算是月月重袍？他才练气5层，上次用个小法术都力竭了。他要是去打虎妞他哥，我为什么能发财？重伤赔款啊！小殿下，你对你那疯批大哥的实力真是一无所知。小孩子之间的切磋，他们竟然耍诈，这事我帮定了。哼，你找帮手也没用，我哥是村里修为最高的，不就是个被捡来的孤儿吗？生气什么呀？哥，教训他！你得为你说的话道歉。有本事你打过我！我输了。我不道歉。养出这样的性格，虎妞一定是被家里溺爱的，真羡慕。如果上一世我不是孤儿，也能像她一样吗？这怎么了？以后莫要让我带桑尼回家了。我不就前几次喊你去了，后来不是你自己主动的。你以后不想去接你妹不接便是了。阿娘总归也就你们1、2、3、4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是阿娘的心头肉哦。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，你和鸟妖处不来也正常。本来让你去接是怕他有意外，不过现在想来，杀鸡用牛刀，就咱们隔壁家那二狗不是跟你妹妹玩的挺投缘，到时候就让他去接呗。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手滑了。桑烟是我妹妹，和那个陈狗有什么关系？但我到底在气什么？怎么给我们都带了花呀？二狗哥教的，他说阿娘肯定喜欢。这妮子真乖，我们魔族生于深渊，最爱鲜花。看来我们二人只是个天头，随意丢了别人的礼物，可是会后悔的哦。哎，我家这疯孩子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有人味了。哎，是我们的错，我和他们爹平时忙，2个孩子被攻破宠坏了，竟敢做出这种欺负弱小的事，主机器还去欺负人，给我道歉。没事，这话说的多见外，咱们都是邻里，以后莫要再做这种事就好了。知错能汉，善莫大焉。既然老人带不好，便把孩子送来村里的私塾塾吧，我平日也能照看1、2。大喜过望。阿娘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你阿娘要回娘家一趟，你外祖母想送你一件礼物，只能由你阿宁亲自去取。外祖母人真好，爹爹岳父家几口人呀？外祖母和外夫妇喜欢什么呀？他们喜欢威慑3界，征战4方，而且你也不止一个外夫妇。魔尊陛下的家庭况极其复杂。哟，妹妹不要你啦？为何？什么恶何？为何妹妹不要我？她很吝惜自己的情绪，像只小心谨慎、囤食过冬的动物，绝不给。但你若给予她爱情，就一定会到回报。你承认她是你妹妹，你才会是她哥哥。改变从现在开始，今日你去哄你妹妹入睡，你们也不怕把她惯坏？若是真能这般天资，有我和你母亲相护，她再如何任性都是应当的。你呢？你就不想亲手抱出一位小妖能吗？看她恣意妄为，图吞身。三弟也是个疯子，看令他问天一通呢，我该拒绝吗？在送了一束花不搭理我1周后，病美人终于主动来破冰了。大哥，仙魔说书，仙书却平淡毫无起。母亲曾跟他说这是我生来有疾，他会怎么看我？大哥，我会治好你的。我真的没病。谢族人总说有灵气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。既然认了，以后那个陈狗便别想当他哥哥了。我要回娘家省亲1周，去拿外祖母给巧妖准备的礼物。外祖母家会喜欢我吗？自然，外祖母肯定会喜欢你的。只要我那魔尊母皇喜欢，魔界其余人谁敢忤逆？麻烦阿母把护膝交与外祖母，外祖母年纪大了，应当用得上。一想到邪魅狂拧威震3界，正直的魔尊目前被我这傻妹妹当成称雷老汉空巢讨人，我突然对我少白父的形象释然了。妍妍真厉害，外祖母肯定会喜欢的，肯定会喜欢到想暴揍我这个不孝女的。对了，传信给二弟，催他还不从秘境出来。你三弟那个疯子，我准备找人伪装他。那两疯子，就算没有桑须，我也完全不想见到他们。秘境好玩吗？最好在里面待一辈子，别出来了。敢回来抢妹妹，我打断你腿。
大哥，我没打过击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我是不是不适合修炼？我不是天才吗？要不我们众筹把那只大公鸡送宗门去修炼吧？其实送到锅里也行。果然还是更喜欢他平时活蹦乱跳、拽得要死的样子。真的吗？骗的，其实母鸡你也打不过。谢家的人来了，怎会？应当是知道你母亲离开的消息，准备趁虚而入，宵小之辈，我就将他们引走。谢家经常做这种事，派人来更像试探我们离开谢家之后的修为，就像屁虫烦人。大概要多久？3、4天足矣。3、4天，有桑烟之后变得格外漫长。父母都不在，养妹妹一个不留神就会饿死的吧？大哥，爹爹去哪儿了？母亲有东西落下了，父亲方才拿着去找他，顺道在镇上购置些物件，再去拜访一下远房亲戚。为什么爹爹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不过对比一下村里其他小伙伴的狂野家庭，像戴春好家放任孩子自己觅食，还有虎妞被他妈拿着戒指满院子追着打，这么一比，我爹爹不告而别好像也挺正常。大哥，我们是有什么深仇恨吗？你准备趁爹娘不在把我毒死？我做了很久，你真都试试。怎么样？天杀的嚼不动，我吃了一辈子辟谷丹都没受过这等委屈。很好，完全没有了青菜原本的味道，只剩下烧焦的糊味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哥哥，要不去二狗哥家吃吧？不行，这陈狗真是阴魂不散，是他的妹妹嘛，就管那么宽。大哥，求你了，我还从没吃过红烧肉呢。带你去别处吃，红烧肉等母亲回来给你做。馆子怎么会是这里？拜大哥，就算是亲传弟子，也不能随便带凡人亲属进宗门啊，这是坏规矩的。外门弟子怎么比亲传还有特权？大哥，我应该是不能进去的吧？是瞎子吧？这俩守卫绝对是瞎子吧？大哥，你还戴手套啊？一个炼气5层再卖了应该是什么待遇？反正绝拜是这样，这种待遇我以前只在团宠女祖应昭身上见过。我哥现在简直像个外门霸主一般，还有天理和王法吗？大哥，你到底是做了什么才让他们这么恭敬？我想学。因为我打架比较凶，他们都怕我。知道了知道了。是真的。对对，难得愿意坦白，居然被当成开玩笑。待着别动，我去给你找些解闷的物件。天杀的，应昭堂堂剑尊亲传弟子怎么会来外门？看他身上的灵气波动，炼气3层了，比我低1层。嘿嘿，不过他身上挂着的法器都是上一世师傅给我的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看来是不记得我了。理性上我不该讨厌他，但感性上我受够了他一被误会就哭啼啼事后才来道歉。这种时候，那些盲从者的情绪就会更激动，说我倒绑架，绑架你个大头鬼！我必须离他远点。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是不喜欢我吗？可是大家都喜欢我哎。没有喜欢你的义务哈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跟你聊天，没有逼你。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他身上没传字，肯定是混进来的，把他赶出去。你最好管好你的小跟班们，别来挑战人类理性底线。谢哥哥，救救我！谢哥，天绝宗上万弟子，应昭怎么会认识谢苍，还叫他谢哥哥？大哥，我不喜欢你唤我大哥，叫哥哥不好听吗？他为了应昭要和我撇清关系，果然谁都逃不过主角光环。今日是谢苍被抢走，那明日呢？会不会是阿娘和爹爹？谢哥哥，你不理我，这位妹妹是你的谁啊？为什么不让她叫大哥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她？滚开！一股难咽心脏刺痛席卷身。我出身修仙扎戟名扬天下，这一生顺利，从未感受过这般复杂的。师兄，他刚刚打我！我是遇到莫名其妙的人了吗？一个盯着我看像看仇人，一个直接不演了开始污蔑。我可没打你，是你的跟班先推我的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你胡说，你骗人！我师父来罚你！反弹。为什么讨厌不重要，惹了妹妹很重要，惹我谢家的人，家里又不是打不过来。我只是恼怒，
两个不相干的人，竟夺走了我妹妹本就珍贵的情绪。掌门吩咐过，谢家派了弟子来听课，若见谢氏谢武，务必奉为上宾。连掌门都要忌惮的人物，竟在外门。白发灰眸，万间红绳，难道是传闻中仙骨松姿、修罗降世的那位？我需要贵宗的态度，不要让我重复第二遍。这个世界好疯狂，原本属于季日辰的装逼被我哥抢走了。我没伤着他。这里有丹药和法器，实在对不住。果然是他，如此强大的神魂，他不在内门扮猪吃老虎，在外门扮猪吃饲料吗？我这妹妹胆小，平日稍有草动就成夜睡不着，今日被这位惊扰到。他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。方才那些欺负我妹妹的人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他们。如果贵宗不愿处理，那由我出手，可就不能保证轻重。之间的推想就要下死手，疯子吧！我会禀告给掌门处理的。开心了吗？你刚刚看到他的时候表情不对，妹妹。是吗？你恨他们？为什么？不过就是两只蝼蚁，也值得引起你情绪的波动。那你呢？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靠一个信物就能让他们这样？狐假虎威罢了。父亲生在修仙世家，因为是凡人被逐出家门，但我有灵根，因此家族给了我一份信物。我生得与那家的少主有几分相似，且都是白发。那可真是因祸得福啊！我原谅你了。你刚说不准我叫你大哥，我还以为你要在别人面前跟我保持距离呢。为什么要因为不相干之人与你保持距离？我没有说不准，我只是不喜欢大哥这个词。谢哥哥，把谢字去了就好。哥哥，你怎么事？桑生子。拿你没办法。如今母亲回了魔界，父亲不在，只能由我来照料妹妹，一时抽不开身，也少了几分清静。有人吗？开门了！哥哥快去开门，好像是二狗哥哎。唉，带孩子就是麻烦。不过小殿下格外的乖巧，不管带他做什么，情绪价值都拉满，还挺可爱的。父亲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今日由我在家照顾夭夭，不需叨扰街坊邻居。是不虚还是不愿啊？前几日你还避着他，现在装什么兄妹情深？等等，难道三妖呢？三妖还活着吗？你是不是把他杀了？你疯了！二狗哥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今天中午你们家做东坡肉可香啦，我闻着都馋了。我就知道你爱吃，让我娘多做了些。你回去热一热，炖得可软乎了。谢谢陈姨，谢谢二狗哥。二狗哥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？去阴曹地府。你二狗哥，我今日性命不保啊！今天估计不行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家养的母鸡今天下午要下蛋了，我得帮忙接生。我先回去了。二狗哥今天好古怪，怎么去接生高兴的像是得救了似的？可能是他的孩子吧。哎，哥，你不能这么说话的，你不能瞎编排小鸡的谣言。我就说不能和陈狗多待，看看这脑子都快被同化了。天杀的，不是说好的病弱美人吗？怎么力气能这么大？我要出去玩。外面下雨。我就是想去后山摘花而已，打伞一定不会淋湿的。不许！天天不许不许的，我待在家里都要发霉了。那明日能去吗？谁陪你去？哥哥陪我去。但是瑶瑶，你有很多哥哥。但是哥哥只有一个呀，所以哥哥愿意陪我去吗？我还想要玩玩驯玉。在看什么？我能看看吗？听说天绝宗那个小天才修不了苍生道啊，有没有天绝宗的人脉来唠唠？这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。上面说了，修了这个苍生道，就是未来拯救世界的人选。而且这功法一旦认主，就不能再做变更。上一世我修的就是苍生道，是宗门的希望。但应招来了之后，他们强行要求我把功法剥离给他，全然没想过我该怎么活。这一世我不在了，你们的救世主似乎也修不成了呢。这不是无情道吗？真正的苍生道早就失传了。上一世修行，在被登仙台大凶抽筋削骨时，我能感受到的也只有彻骨的痛。天哪，合着我是无情道唯一受害者啊！无情道不好。这不是说是大宗门最好的功法吗？为什么不好？容易出恋爱脑。天天看画本子，不知道修无情道的主角一般都需要杀妻正道吗？你要是个恋爱脑，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，只要谁敢骗你，我不过就是让他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好命苦，气得我真想用头撞墙。这一世拂晓应该得偿所愿，跟着他的好主人了吧？战场上投敌的玩意儿，想想就觉得晦气。我香喷喷的被子，上面还带着阳光和皂酒的味道，那是我感受到的家的温暖啊，全没了。哥哥，收留我一下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妹妹这般可怜的眉眼，脸色吓得惨白，太让人心疼了。做噩梦了，梦到我在外面打怪呢，身上灵气就失控了，把我冻得够呛，连娘亲做的被褥都没了。哥，你不信我？上品血蚕感知的顶级法宝，怎么可能说坏就坏了？睡吧。掌柜的，你看看这些能卖多少？品质还行，但太少了。这小丫头不识货，正好压压价。除了同色不一样，这不是谢家的少主吗？他当年一个人单挑便镇压了半个谢家嫡系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说价？50颗灵石。不开玩笑，这50颗上品灵石能买我的命了。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？已经很多了。或许还是他占便宜了。你看掏钱的速度，生怕有人来抢。这么宝贵的灵草，应该给哥哥留一点的，毕竟是你陪我去摘的，说不定能改善一下的废柴经脉和灵根呢。有这么一瞬间，我甚至希望爹娘就别回来了。那我们把灵草抢回来，好不好？黑吃黑，居家常备。不过就是买点丹药，竟然能撞上少主，还在那儿扮猪吃饲料，欺骗无知小女孩。少主好像多了个妹妹，是魔族的皇女和谢夫子的孩子。千年前被逐出谢家的半妖还没死，甚至勾搭上了魔族皇女，生了3个孩子。谢氏血脉虽然纯正，天赋高，但容易短命。这种混血却完美融合了优点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新生的孩子怎么样，看着像是纯血人类。谢家岂不是又多了个天才？好浓郁的灵气啊！这摊子上的灵草比刚才的丹药灵气还浓，买回去让哥哥啃啃草也好啊。姐姐，请问一下，这一株怎么卖啊？小妹妹，你出个价呗。1颗灵石。少主咋这么抠？是买下整个摊子。大哥敢这么不要脸出价，我可不陪他一起挨揍。太好了，少主改行抢劫了，我们谢家终于没救了。没问题，小妹妹喜欢就好，我是仙2代，不差钱。我要是也是仙2代就好了。姐姐，我师尊过几日生辰，但我没有钱准备礼物。刚才那颗淡淡蓝色的灵草，你可以要回来卖给我吗？我可以出2倍的价钱。今天的花语是无语，先是被少主抠搜镇住，乞讨不成就要强买，还有王法吗？姐姐，拜托拜托了。可以啊，而且也不用2颗灵石呢，可以用命来换哦。滚！我刚刚都让你别去，加价截胡别人买来的宝物，光彩吗？现在好了，害得我被封了连麦3个狗啃蹄。为什么那天一见到那个女孩，心口就犯疼？自从师妹来了以后，同门们都变得不可理喻了。我也要吃吗？对，能洗精伐髓的。妹妹到底遭遇了什么？这样苦的灵草，眼睛都不眨就咽了下去。很好，我确实没有做羊的天赋。想我了吗，阿娘的心肝们？看来这里有人不是很欢迎我们回来哦。阿娘，你们不在的时候，哥哥把我照顾得很好。笨蛋，真是个容易满足的笨蛋。你看阿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上一世我拜剑尊为师，拼命苦练得到本命剑拂晓的认可，可最终拂晓却为了应招将剑尖刺向我的心口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
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不是主角。当年秘境中，前任魔尊对上剑尊，这把狂暴的魔剑席卷战场，煞气冲天，连拂晓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。没想到阴差阳错，这魔剑落在了天生剑骨的鸟咬手里。魔尊岳母如此轻易送出这等凶物，怕不是也想看戏吧？阿娘，这把剑是不是上过战场，所以才是这样的颜色？是啊，谢谢阿娘，我会好好对她的。以后你就叫嗜血了。嗜血？我这妹妹冥冥之中真是有一种误打误撞的潜质。唉，这就是剑修吗？这跟剑修没关系，简直像是被这邪剑蛊惑了。家父家母给妹妹带了把又丑又脏的剑，妹妹喜欢的睡觉都抱着，连哥哥都不理了，是不是中邪了？是很难理解吗？本命剑就是剑修的老婆啊，哥哥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跟这帮剑修没什么好说的。对了，忘记给你妹妹也买一块熏玉回来了，这样她无聊的时候也能跟别人聊聊天。不行，给我一个理由，阿苍。会玩物丧志，要是整天和别人聊天，她就不能专心修炼了。那又怎样？要不是看孩子喜欢修炼，我早用灵丹妙给他灌到化神期了。到时候全修真界横着走，打不过就喊爹娘呗。外面的坏孩子会带坏妹妹。外面的坏孩子竟然能比我们这反派一家子还坏吗？每日挥剑上千下，将所有动作变为肌肉记忆。就算哥哥的外祖家有权势，但大家族都是功利的，我必须快点强大起来。够了，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。放开我，我要卷起来！我没事，哥哥。家人永远会是你的后盾，你不用这么拼命。但是哥哥，我担心你啊，你体弱多病，天赋不好，脾气还差，以后家族不庇佑你了，你在外面被欺负怎么办？所以我得快点强大起来，保护你和爹娘。谁？我吗？该死的武灵根，让我在妹妹眼里成废物了。你不是还有2个哥哥吗？他们会保护我们的。哥哥们天赋很高吗？爹爹说，一个被困在秘境里，一个在外府家养伤啊。没错，你3哥是天才，他叫谢明居。反正他们在外面只用尊号，不用担心妹妹发现3弟是魔界的浮光殿下。好巧不巧，明明日向同分暗，杳杳鸡笼子勿悬。瑶瑶，你瞧，我们的名字都出自一句诗呢，我们真有缘。瑶瑶，等我回来，莫要冲动行事。是哪2个字？难不成是谢明瑜害妹妹成了孤儿？这2字取自窗明几净啊，是父亲取的，说是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希望3弟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的亲爹呀，有你这样取名字的吗？看来是我多虑了，此明居非彼明居，这3哥完全就是个保洁员啊！桑瑶今天见到那2名天绝宗弟子时，很反常的大哭。一定是那2个坏孩子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欺负了我可怜的女儿。他们叫什么？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阿苍说了，瑶瑶是看见他们第一眼就害怕，我觉得可能是与他那5年的记忆有关系。除掉。会除的，会除的。但现在重点是找出瑶瑶害怕的根结，童年的创伤会跟随孩子一辈子。童年是什么？一起除掉。很好，已经听不进人话了。至于这个应招，是和鸟妖一同上山的弟子，被剑尊收为亲传弟子了。我有极致强迫症，什么都要最好的。要是我们泱泱去了，还不一定是谁被收徒呢。所以在天绝宗时，你们是怎么脱身的？我出示了谢家的信物。我不是告诉你要小心一点吗？要是瑶瑶发现了我们的身份，你就去秘境里和花灵一起待着吧。母亲，我糊弄过去了，瑶瑶没有发现。完了，我们的瑶瑶太单纯了，这都没发现。但就算是重来无数次，我也依旧会选择这么做。我只是尽力的隐瞒，不代表要让桑园受委屈。那我恕难从命。说实话，要我是谢苍，我能直接把他们逐出人户，但我就是抑制不住的害怕失去鸟瑶。不管了，先去把那个罪魁祸首解决了吧。阿娘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阿娘是一整夜没睡，昨晚和中了邪似的去寻仇，结果居然在天绝宗里迷路了。我以前可从来没有迷路的毛病，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诡异的力量在阻止我。身上有大气源、大气运，还不能硬碰硬，至少在他身上的气源消失之前不行。
我家瑶瑶可怎么办啊？多练点儿，务必做到鸟咬嗑着丹药坐在地底，任由对方打都能毫发无损的等到我杀过去。对了，阿娘，你这次去外祖家，外祖母喜欢我的礼物吗？当然，她特别喜欢，差点气得把护膝直接套我头上。不过母皇口是心非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阿娘这次去见到三哥了吗？三哥生的什么样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有。阿娘，要是没有这些的话，应该也不是人了。他确实有点拟人。我很期待和妹妹的见面呢，母亲。我一定会好好关照她的。他三哥现在被母皇关了禁闭，一时半会儿估计出不来了。我们鸟妖真厉害，这么快就进阶啦？那奇怪了，我的心魔跑哪里去了？难道被阿娘吃了？我开始觉得嗜血好像不只是一把普通的受损铁剑，偶尔练剑进入心流状态时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情绪，他好像很饿。小馋猫，是不是你饿了？嗜血，你饿不饿？吃不吃糕糕呀？太可爱了吧！为什么要知道一把剑在想什么？你不懂剑，更不懂剑修。每一把剑都有内心的渴求，来源于锻造工艺，或是他们经历过的战场。陈姨，你看看我的剑，他可能喜欢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甚至能划破我元婴期的防御。难道魔剑迎来了他的第一个主人？嗜血，你这个坏孩子！对不起，陈姨，刚刚那些血，嗜血是把它们喝了吗？好消息是，现在我们知道嗜血喜欢什么了。谢逊言看着就像个病秧子，真不理解家主为何忌惮他。我们是花家的人，家主派我们来问问花冷在何处。敢问诸位寻犬子为何？哼，家主缺个继承人，你儿子有福气，被家主惦记着，可以让他认祖归宗。但是孩子可能不愿意啊。我们为人父母的，不就是想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吗？道貌岸然唬谁呢？不想认祖归宗，会让你儿子姓花？少废话！我刚刚看见你支走了你另外2个孩子。你们太聒噪了。虽然你们想伤害我的女儿，但是念在你们能喂饱她的剑的情分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谢纯言，看看你把我们家弄成什么样了！直接用焚天业火烧个干净不就好了？非要搞得家里全是一股子血腥味儿。是阿苍说让我备点血给夭夭的剑。哪来这么多的妖兽血啊？爹爹，你家亲戚真的好大方。只可惜是一次性消耗品，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心的亲戚了。要不算了吧，嗜血，我们啃啃零食都好了。孩子每天陪我，挑食点咋了？我家嗜血这么懂事，我居然还不满足。剑修确实很恐怖，可剑灵要是恢复意识，我们的身份不久也会泄露了。他自己也不光彩，只会比我们更害怕身份被戳穿。不老实就再封印丢去魔戒。我现在最忌惮的是花灵。我心爱的绝世神兵今天更漂亮了，果然这家餐没有白吃。福晓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掌门师叔和师傅在里面，一定是讨论把你带走的事。我不想离开你。抱歉，但我还是觉得
你能在万剑场寻到更适合你的剑。明明你前几任的主人天赋还不如我，凭什么就我不行？最好不意味着最适合。剑修和本命剑本就是互相选择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这种威胁对我没用。我没有威胁你啊，我是在求你啊。这和威胁有区别吗？我愿和应昭结契。好，好，好，能达成共识自然最好。在新弟子入门前夕，我曾梦见过一个女孩唤我师尊，但她不是应昭，那就是乌月。不，我还在找她。在还未结契前，你还可以反悔。首席的身份，我想留给梦中那个弟子。至于应昭，我会另想办法补偿他。这番话反而坚定了我信守承诺的想法。多谢剑尊好意，我意已决。拂晓大人，我方才遇到小师妹了，还未与您道喜，也算是终于寻到了命中注定的主人呢。哼，强扭的瓜也吃得下，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。妍瑶，他们说，本命剑就像是剑修的妻子，是吗？更准确来说，就像是家人一样亲密。如果本命剑是妻子，那本命剑的剑灵是什么？是情敌。要是在认主之前就意识的剑灵，那就是和我抢本命剑控制权的敌人。听到了吗，破剑？但凡知道你有剑灵，他都不会再这么喜欢你了。想打猎吃点肉，结果后山连根妖兽毛都没有。去集市上买一点呗，阿娘给你钱，不用给家里省钱。家里只有爹爹做教书先生，院里的鸡从不下蛋，不如把它拿去换个能下蛋的母鸡回来吧。算了算了，这些鸡可是宝贝，放心吧，你外祖家也还不错。我上次去省亲带了不少零食回来呢。爹娘是凡一代，都是修士吗？正因为我们是凡人，才会被逐出家族。好在你们都有灵根，家族也不至于完全放弃我们。外祖家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这么有钱？黑吃黑啊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这画板子这么憋屈？主角明明这么强，最后竟然还被反派反杀了。有没有可能，哥，你说的那个反才是真正的主角呢？你怎么能自动带入反派视角啊？我难以想象，这个心慈手软的废物居然是主角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呢。世雪，快睡吧，快睡吧，都这么晚了，别玩了。在玩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阿娘，就是世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死了。那剑不老实。我刚才想去看看夭夭睡觉了没有，结果看见那个破剑，想给夭夭告状。坏东西，居然想搞破坏！里面还有不少，你捏着玩。我觉得正是因为那剑灵不敢出现，才只能这种方法告密。而且阳瑶抗压能力还挺强的，万一就欣然接受了我们是魔头呢？那剩下的99%的可能，应该是他欣然把我们全都扫地出门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正好一起去流浪天涯了。我不管，反正你现在赶紧让谢家去找合适的灵剑。你忘了吗？现在谢家真正掌权的可是我那姐姐，她不杀了我就不错了。你骗他说杨妖姓谢，再把杨妖的天生剑骨资质说一说，他肯定觉都不睡了，也要去为你搜刮灵剑。好主意。从没觉得自己这么富裕过，刚好能和我的小姐妹一起逛街。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我们好玩，没有恶意的。没有恶意，为什么要玩我们？
太对了，谢谢了。还没剥壳的，真是个馋嘴的妮子。把他们摊子上全买了，应该也差不多够啦。不行，让我多付那点包装费，简直跟割我肉一样难过，还不如把瓶子的钱直接加在买血上。这是不是太贵了？他身边那个男孩应该是丹修长老座下的弟子顾谦，在上一世应招的众多追求者里，算是最喜欢献殷勤的那一批。昭昭，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，都拿着，我来付钱。那把剑真磕碜，果然修仙路还是得靠自己的。他那家人能他弄一把多好的剑回来？傅晓，傅晓，怎么了？我们在说给你挑选宝石的事。不必破费，这里没有我喜欢的。我认得他，之前在外门遇到过，我想和他做朋友，他不愿意，还推了我。等二师兄来，他说是我的错，还逼我道歉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太过分了！我总觉得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。这势利的破剑，上一世专坑我这个穷剑修的钱，面对有钱人就开始装清高了是吧？还是我家嗜血好。掌柜的，你们这儿妖兽血还有多少？店里没有，但我们这儿的货物都是用传送阵从本家运来的，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这运贵的让我心痛的快要无法呼吸，算下来比搜刮小商贩贵多了。算了，为什么走啊？还能为什么？因为没钱呗。没钱就不能买东西了吗？没钱谁卖东西给你？我要他们看上的所有宝石。抱歉，我们有权决定最高 VIP 的买家人选。没有想要的眼睛好看。把妖兽血也给我们打包起来，装在储物袋里，送到我们府上。没问题。这是我们先看上的，都已经准备结账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截胡？那要不你先结账，结完账我再用特权合法截胡一次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给你省钱了还不知道感恩，叹为观止。倒打一耙的本事真是绝了，不愧是能生嚼瓜子壳的狠人。喜欢吗？回去我打一个剑穗系在你身上。恍惚间，竟觉得他像是在对我说话。那颗原本觉得寻常的宝石，在他手上，好耀眼。我好像真的有些后悔了。太危险了，那把邪剑会害了他的，我必须要让那孩子知道此事。给大哥说好的有时回家，要是晚了，他估计就要着急了。阁下有何贵干呢？你的剑是从哪里来的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我不是坏人，是你的剑不寻常，趁现在根基尚浅，还是另择良剑为好。我乃天绝宗拂晓，请你相信我，把剑给我，我会把它销毁。真像水月镜花啊！上一世师尊也是这样强行夺走我的剑，拂晓变成了嗜血，重开一世，难道我还护不住我的剑吗？我管你是谁，大庭广众之下随意按一个罪名就能抢别人的本命剑，贵宗是不是太肆意妄为了点儿？你不要太过分，拂晓也是好心才帮你，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你不要迁怒给无关的人。罢了，原是我僭越了。昭昭，我们回宗门吧。恩怨，师妹，你我这一世只会有怨。瑶瑶，你想狠狠教训他们一顿吗？我可以帮忙哦。修真界并非法外之地。那掌柜的是我家远房亲戚，刚刚在陪我演戏呢。如果我信了，是不是会显得我很蠢？我阿娘说了，会装傻的才不是傻子。这批比之前那些高阶血脉在效果上还是要差上许多的。
可能是喝腻了。爹爹，更远些的地方有没有妖兽聚集地？你若是愿意的话，秘境所在的那座山倒是不错的去处。可是爹爹，凡人是不是最好不要有妖兽在的山？地阶秘境边缘可是很危险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雇佣一些修士保护我们。那得花多少灵石啊？没多少钱，50颗下品灵石就能雇佣到一个筑基后期的剑修了。不讲，爹，你今天话有点太密了。50颗下品灵石，我堂堂顶级剑修，前世累死累活，你告诉我只值50块，我的道心崩塌了。一次往返20颗下品灵石起步，超出距离额外生费，需交5颗中品灵石作为押金。你阿娘不是给了你1袋子灵石吗？这么快花完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你爹的所有资产都是由你阿母保管的。是啊，所以出门还得我来结账。一个金丹期剑修就值1枚中品灵石，再卷一下都能取代飞马了。其实我们平时接任务没这么低价的，主要是看见凡人父女俩出门太安全。你们去东夷山做什么？去接我儿子回家。你儿子居然在那儿？他是秘境里的修士？对。确切的说，他应该是秘境里的妖兽。前几日听师傅说，去东极秘境的弟子死伤惨重，连宗门都这般，他们进去简直是送死。好像上一世我也来过这儿，真晦气。上一世我来过的能是什么好地方？爹爹，二哥在哪里？兴许是隐匿起来了。诸位莫要再往里进了。师尊，为什么受重伤的都是我们宗门的？这该是多恐怖的妖兽！是弟子们在秘境中组队攻守护法宝的妖兽，没想到那妖兽已有近5的实力，2败俱伤。是什么法宝？往生莲。往生莲能活死人肉白骨，可为修士延年益寿。我宗大成期的老祖寿元将近，急需此物续命。大师兄，那妖兽是九尾天狐。九尾天狐，难怪伤亡惨重。百年天天狐一族被重创，如今连花家家主都只有6条尾巴，这里竟藏着一只9尾的，而且看伤口，那天狐还未化形。若是能契约做灵宠，这不是吾等能掌控之物。先把受伤的弟子带回宗门，我将秘境关闭。应昭，你也先回去。我要和师尊在一起。爹爹，二哥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这让我怎么说？面前这个毛茸茸的小妖兽就是你二哥？我好像记错了，你二哥不在这个秘境啊？又见面了，觉明。原来刚踏入这里的熟悉感，是因为上一世我就是在这里救你的。觉明是主角救世路上的重要金手指，你当初不救他，他也会被女主所救。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气愤什么？现在把觉明到女主身边，诚心忏悔，你也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真是抱歉了，我诚心忏悔，上一世就该直接给你一剑的，救了你这只白眼狼，真是抱歉了。